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10号线的四川北路这边出来啊。这边你看，衡水路、四川北路、中共四大纪念馆，从这1号出口出来。今天呢，天气突然转凉了，昨天33度，下了一夜的雷暴雨，今天下午气温呢到了10多度，跨度接近20度，非常的夸张。但幸好呢，现在雨已经停了，真的，一叶入秋啊，这种感觉。今天呢，我是应我的同学之约到这边来叙叙旧，说说话。好长时间的这些事情啊，都希望在这样的一次相聚之中呢，彼此说说过往生活，也展望一下未来。这个地方呢是四川北路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四川北路呢，在上海啊，以前跟淮海路、南京路齐名的一条商业街道，而且应该说更加具平民化的一个地方。应该说四川北路呢是相对来讲啊比较晚发展的一片区域，所以可能发展的理念都已经不太一样了。你可以看看四周，该拆的都拆得七七八八了，还保留着一些以前的老房子。刚刚呢，就是在金朝八弄啊这个改造过的时尚街区，在附近的一个大楼里面吃了饭。但我感觉这个地方还值得再来走走啊，看看这片四川北路附近保留的一些老房子，经过一些改造变得有些魔幻时尚的地方，再来走一走。海派金朝保留下来的一片老的石抠门的街区，但是住家呢早就不知所踪了，就跟上海新天地一样，就发展成了一个时尚街区，而且好像多了一些文化、文艺方面的这种商店，我们随便走走就好。旧上海留下来的一些住家房子，尤其是在市区里面，有很多还是非常值得保留下来。现在呢，跟很多商业的元素相结合，就赋予了这些老房子新的生机。你看啊，这边还有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上海文学馆、馆中馆、巴金图书馆、开馆，但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是巴金图书馆，在这边闲逛一下吧，就当成一个 city walk 了。
现在的上海跟以前不一样了，应该说在时尚上面呢，有了进一步的升级改造，而且更注重一些文化的元素，或者说变得更为时尚。走出这片老房子对面呢就建了新的商业大楼，似乎还没有完全的开张但是应该已经营业了，因为刚刚就是在这个滨港商业中心的6楼有个非常时尚的，算是西餐店，一种时尚的餐馆这个上。你看就跟这个牌子上写的文艺商旅，这大概就是这个大楼的一个定位吧，非常时尚的造型。在上海这样的街区呢，其实是越来越多了就是留下一些以前的记忆，但同时呢，跟现在的时尚相结合，尤其呢是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海上听潮，流光溢彩。海派文化中心，这个是可以自由进去参观的。请问搿搭是可以自由进来参观的吧？可以，登个记就可以。好，谢谢侬。刚刚在门口稍微登记了一下，就可以在里面免费的参观。这边呢，从这边开始是影院地图，就虹口和上海电影业的不解之缘。当年法国人呢，第一部介绍进来的影片就在虹口这边放映的这里有很多以前的海报，也有以前拍摄电影的一些器材。北四川路上海影业半壁江山当然这些我想都是上海20、30、40年代的事情了。这边还有查理饭店，这是浦江饭店这样的一些旧物。西美娟，邵氏兄弟，这个不就是后来去了香港的邵氏电影制片人吗？这个楼梯的台阶上就把中国电影的历史都刻在上面了，都是电影的大事件嘛。
上海电影皇后阮玲玉、蝴蝶、王乐美等等。夏言、聂耳、田汉。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个世纪30-40年代最知名的影星，还有他们拍摄的电影。所以为什么说上海这个城市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这种情调。这种情调呢，有传统的文化，但更多的呢是西方来的这种文化、时尚，而且有一种已经过了相当长时间还被大家记得和欣赏的这些遗存。比方说中国的电影就在上海这边开枝散叶，所以呢就留下了很多的这种电影文化，就非常值得到这边来走走。大家就仿佛回到以前，看看像这个虹口电影的大世纪，从1897年开始，就一直到47年，在这么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电影的开始发展。这是已经参观完毕了，在一处专门讲述虹口跟上海电影事业关系的一个展示，参观了一阵。你看啊，这栋楼还是非常漂亮，保存着以前的这种模样。海上连环画，家里还保存着以前很多的连环画，这就是我们小时候最爱看的那种连环画。除了一些文化方面的商店以外呢，也有一些像这种时装啊，当然更多的可能就是跟吃有关的饮料店啊、咖啡店啊，这种可以大家随便来坐的地方。这片面积真还不小了，你看啊，保留了不少老房子。很多这种老房子呢，都有新的含义。
面就开了霸王茶姬、蒜居，甚至还有一家新菜电器店。就这个街区呢，真的看上去还是非常的时尚。虽然我没到里面去好好的参观啊，走马观花的看一看。转眼呢，已经到了海宁路了。在海宁路、四川北路，我们来看看街景。这边呢，该拆的房子都拆得七七八八了，然后呢，该保留的就恢复旧时的模样。再加上刚刚看到的这样的街区，这种新天地一样的商业广场，就使得这个地方呢又换了面貌啊，少了以前那种逼仄和拥挤，但打开以后呢，显得更加的宽敞啊，进而呢建了很多的办公大楼、商业大厦。你看，这边有个泰州会馆，门前呢也有优秀历史建筑这样的牌子。27年竣工的虹口大旅社，大概是这样的地方。正好吃了饭以后呢，也是消消食啊，所以我们就沿着四川北路从北向南走一走。我想前面呢应该可以走到乍浦路桥。看这个边上呢，除了保留的房子以外，也敲掉了很多老房子，建了一些与环境还算比较和谐的新房子。对面那栋楼啊，1925年书局有这样的字样呢，还留着。对面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昆山花园路，我以前曾经这里面也走过的。就当年的街区还是商住结合，有很多的这些商业的房子，也有很多呢就老百姓居住的场所。但是现在呢，已经把一些不合时宜的旧房子拆除以后，就变成了很大的商业的广场。现在我通过
四川北路，再往回走一段，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街道呢本身就不是那么的宽，来回就4车道而已，所以边上呢也没有太大的商业，都是一些跟生活有关的小店，要不就是一些便利店，当然也有一些小型的公司等等。刚好在马路对面呢，就看到1925书局，就是上午印书馆虹口分店的再次建成开业。19年以后呢，就经过很多次的转手，有各种各样的国家的出版部门在这边经营过。这里上面有写商务印书馆，陈寅同志1925年到1927年在此工作。因为有这么一位有名的人物曾经在这边工作过的缘故，就被保存了下来。这边呢，就是我特地过来的昆山花园路。1900年前后就已经建了一条马路。这边都是维多利亚式的一些洋房，可以看到上海滩呢就有各种各样的欧洲的款式的这种房子，即便现在看看也没有落伍，还是很精看，很中用。即便是一片小的街区也在进行美化，但这个工程呢，貌似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再来看看虽然有些陈旧，但是呢，那种款式还在这种风韵犹存的街区。这条小马路对面呢，有一个社区公园，昆山公园还有只猫猫守候在这边，喵。哦，你很亲人呢，喵。哦，喵，不怕人哈，喵喵。好，我们到昆山公园里面去小小的走一下昨天下了一个晚上的雨有些花应该都被淋掉了。看到几只樱花树。你看这些小的公园经过了一番改造，看这个模样还是挺不错的，增加了一些休闲的椅子大家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在这边随便的走走看看。对面呢就是昆山花园街，刚刚我从那边走出来的。边上还保留着一些以前的房子，但是更远的地方呢都是一些新式的大楼了。清明前后呢，上海有很多街区樱花盛开，还是非常美的你看这边也有一些樱花，虽然只有几棵树
这边呢已经是乍浦路，对面呢是塘沽小区。今天呢，正好跟同学约了四川北路这边来吃饭啊。感谢老同学的盛情款待。这些年发生的一些事，彼此呢都进行了一些分享，就也听到了一些老同学，包括他们的下一代那些开心的事。我们都是到了这个年纪的人了，所以大家对于人生的看法就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所以呢，生老病死也是自然的规律。虽然我们希望自己或者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够健康长寿但是也真的没有办法保证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寿数，同样的命运，就大家只能是自求多福。现在呢，我在乍浦路上向南行走，前方呢就是乍浦路桥，横跨在苏州河上的一座桥。到了这一段呢，就明显的感觉这条小马路也没有得到非常特别的修整可能正在修整之中吧。边上开的一些小店呢，也都跟居民的生活相关。你看这边呢已经是浦西小区盘龙街了，就有些房子呢还是值得保留，但是也有很多后来建的那种多层的建筑，看上去反而比以前100年以前建的房子更加的老旧。这边叫11坊，所以我就感觉也在改造过程当中跟刚刚的金朝八街应该是差不多的一种形式，就是把老的居民呢置换出来，保留一片以前老的街区，进行翻修以后呢，引入商业增加一些时尚的元素，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改造吧。同时呢，可能也会拆掉很多的老房子。你看我们前面左右都是，有些已经建成了新式的花园，但是更多的呢还在建设过程当中。以前的苏州河呢是上海有名的臭水帮就没有人喜欢到苏州河边上来行走，因为那个味道实在是太冲鼻。住在苏州河两边附近的居民呢，恨不得搬到其他地方去。但谁也没想到不知道从哪一年，当然应该几十年以前了，就找到了办法，把苏州河呢进行了除臭这些污水排放的工程，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最终呢就变成了一条应该没有味道，而且有了更多的美感的河滨。现在的上海人呢，提起苏州河就跟几十年以前完全不同了都把苏州河当作一条母亲河。当然还有一条跟苏州河相交的就是黄浦江了。
前面呢就是天童路了，我将近走了一个站啊，地铁的一个站。现在呢我还在乍浦路上，往前呢就是横跨苏州河的乍浦路桥。我准备到苏州河边上再去走走啊，趁着红灯我们来看看四周。这条天童路啊，边上旧房都拆掉了，你看啊，全都是一些高楼，有些还在建设过程当中啊。现在走过天童路，走向前面的乍浦路桥。这边的旧房子呢，基本上都有这一块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这个是公济医院的副楼，这个1918年就设计建设的一个楼。那现在呢，不知道作何用途了。马路对面呢是中美信托金融大厦。就这种名字，大家就可以了解到，以前呢应该是中美关系比较好的时候一个产物。这边是上海苏宁保利嘉酒店，对，这个是苏宁建的，但是呢也是仿了以前的这种旧款，还是挺美的。乍浦路来到了北苏州路，往前200多米呢就是上海邮政博物馆啊。这个就是苏宁的一个酒店，在苏州河的河滨，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地方。再往前面看呢，就是浦东的陆家嘴的3件套了。好了，我们就在乍浦路、北苏州路、苏州河之前呢，结束我们这段 City Walk。我们等一会儿继续沿着苏州河，向着外滩的方向去走一走。那这段呢就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一会儿见，拜拜。